今天我們來聊聊封鎖台灣這件事。台灣手上還剩幾秒，其實全部攤在陽光下。公糧庫存夠全國人吃11個月，石油實際存量大約120天，法定是90天，燃煤電廠30天，天然氣的法定安全存量11天，而美國智庫兵推跑出來的實際數字只有10天。台灣並不是沒準備，這些天數每一個都白紙黑字寫在法條裡，一年一年往上調，是花了10幾年一格一格堆出來的。可為什麼偏偏把麻六甲那條線往桌上一攤，先開始倒數的那一邊反而不是台灣？封鎖聽起來很簡單，船開過去堵着就好，可是這個動作要連續維持幾十天，每一天都在燒油、燒彈藥、燒維修工時、燒飛行員的時數，還在燒國內民众的耐性。所以封鎖到底要幾艘船？被封的那一邊真的會餓死嗎？封鎖方自己吃的用的又是從哪條路進來的？而最可怕的是，這件事居然真的有人一場一場算過，答案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很簡單的東西來看整件事。2個碼表，封鎖開始那一刻，海上會同時響2聲，2個碼表一起歸零，一起往上跑。第一個碼表掛在台灣的儲槽上，數的是還剩幾天，有電、有飯、有網路。第二個碼表掛在封鎖方的軍艦上，數的是油、是錢、是保單、是外資，還有國內能忍多久。2個碼表誰先走到頭，誰就輸。而且這個副本沒有速通，不能存檔，只能一直掛機。接下來我們一格一格看他們怎麼跑，你會發現跑比較快的那一個，不見得是你以為的那一個。好，碼表按下去。第0天，先把封鎖跟軍演分開，這2個東西完全不是同一種生物。軍演有下班時間，2024年5月的聯合利劍演習2天，同年10月那次1天，2025年4月那次2天，2025年12月29日到30日那次加上實彈射擊也是2天，規模一次比一次大，畫的線一次比一次貼臉，科目一次比一次像封鎖，等於1年1次版本更新，更新公告還一次寫的比一次囂張。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時間到就收工。那封鎖呢？封鎖沒有收工這回事，封鎖的定義就是一直在。你要讓每一艘想靠台灣港口的船都相信，今天進不來，明天進不來，下個月還是進不來，只要中間露出1個禮拜的空檔，物資就補回去了，前面全部白做。所以軍演跟封鎖的差別不是規模大小，是表演跟勞動的差別。軍演的碼表是倒數計時，煙火放完就歸零下班，封鎖的碼表是正着往上跑，跑到天荒地老都不會自己停。你說誰扛得住？而且這種勞動有個很賤的性質，成本天天發生，效果延後出現。你第1天開始封，對面倉庫還是滿的，什麼事都沒有，要等對面存量見底，壓力才真的開始。這中間那段空白，就是所有兵推最要命的變數，也是2個碼表真正較勁的地方，對不對？那執行封鎖的到底是誰？這裡先幫他們取個名字，之後會一直用到，就叫他們海上開單大隊。為什麼叫開單大隊？因為公開推演裡出現幾率最高的做法，不是宣戰，是執法。海警在前面查證件、查貨、查船籍，海軍在後面待命不出面，嘴上絕對不講封鎖2個字，只講檢疫，只講臨檢，只講航行管制。整套動作翻成白話就是，我不是要打你，我只是要開單。這不是我編的。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在2024年6月5日發表過一份專門講隔離情境的分析，把開單大隊的編制拆得清清楚楚。清的那一版，高雄外海10幾艘海警巡邏船，台中港跟台北港各放一小撮，臨街區再撒大約20艘海上民兵漁船，後面5個解放軍水面艦艇編隊，將近30艘軍艦遠遠圍着，只負責讓你知道他們在。重的那一版，海警加海事船超過30幾艘，大約是整個遠洋隊伍的1/4，全部壓上去。民兵船40艘，山東艦戰鬥群擺到台灣東南邊，每天登檢1到2艘船。有沒有發現哪裡怪怪的？重的那一版把1/4的家當全部推上桌，每天才登檢1到2艘船。台灣一年進出的商船是幾千艘等級，這個產能，開單大隊一點都不捲。而且封鎖不是一個開關，是一整排階梯，一級一級往上解鎖。最輕的一級是海警出面做檢疫，只查特定船、特定貨，全程不碰軍事2個字。往上一級是搭配布雷，用水雷把能走的航道壓到剩幾條，逼商船自己放棄。再往上是有限度封鎖，
只切能源跟軍用物資，最上面才是全面封鎖，什麼都不准進，越往上效果越快，被國際認定成戰爭行為的幾率也越高。所以難題從來不是能不能封，是停在哪一級。所以如果現在讓你上攻，三選其一， A 是海警檢疫最低調但幾乎沒效果， B 是布雷便宜有效但誰撞到算誰倒霉， C 是全面封鎖爽快但隔天全世界跟你翻臉，你選哪個？想都不用想，沒人這麼找虐吧。可是開單大隊非選一個不可，因為3個都會讓自己那顆碼表跑得更快。再回頭看那組兵力數字，乍看不多，真正吃人的是輪班。軍艦不是三角錐，不能停在海上不動，要加油，要補給，要換人，要進場保養。海軍算部署，一向是一艘在線上，就要有另外幾艘在返航，在整補，在維修，要長期壓住一個海上定點，準備的兵力永遠是同時在線兵力的好幾倍。公開資料沒有給封鎖台灣的精確倍數，不知，真的不知道，這裡我不能編。總量呢？美國國防部在2025年12月23日發布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推估，解放軍海軍艦艇數2025年來到395艘，2030年會到435艘，還打算在2035年前湊到9艘航空母艦，賬面上全世界數量最多的海軍。可是這支海軍要顧南海、東海、黃海、遠洋護航，還要留本土防衛，真正能長期定在封鎖線上的有幾艘？空中掩護更燒，海上的船最怕2樣東西，反艦飛彈跟潛艦。要壓飛彈就得打發射陣地，要防潛艦就得有反潛機在天上，拖曳聲納在水下。飛機不能掛在天上不動，是一批一批換的。一個維持幾十天的巡邏班表，燒掉的不只是燃油，是機體壽命跟飛行員時數，而飛行員時數是所有軍種裡最難短期補的東西。開單大隊的碼表在這裡是不是跑得特別大聲？情報也是成本，要攔船得先知道那一艘是誰，船名、船東、船籍、載什麼貨，全部要及時掌握。平常靠船舶自動識別系統的訊號，可是那東西船長手一伸就能關掉，一關掉就只能靠衛星、巡邏機、無人機一艘一艘去看。攔檢一艘上萬噸的貨輪要登船查艙，一趟好幾個小時，同一時間海上還有幾十艘在跑。全世界數量最多的海軍，每天在海上做的事變成點貨對單，這是多麼卑微的存在。補給也要算，封鎖線離自己港口越遠，補給船來回越久，而整支艦隊裡數量最少、最難臨時變出來的，剛好就是補給艦。你說巧不巧？水雷要單獨講，因為它是所有手段裡最便宜的一種，一顆的價格跟一枚飛彈差好幾個量級，布下去不用人顧，他自己會一直上班，不用輪班，也不用發薪水，清起來卻慢到爆。掃雷艦一次只能處理很小一塊海域，速度用天算，難怪開單大隊最愛它，對吧？可是水雷有個對開單大隊超級不利的毛病，它不認旗子，飛彈可以挑目標，水雷不行，誰撞上誰沉，管你掛哪一國的旗，船上是哪一國的船員。一旦有第三國的船在雷區出事，那件事就不再是兩岸的事，是那個國家的事。而且水雷部在誰家門口，誰家門口就長期不能用，就算收工了清乾淨也要好幾個月。這一雷下去，2個碼表是不是一起加速？還有地形，台灣西邊是海峽，寬度有限，相對好控，東邊才是隱藏副本，水深，離大陸遠，要封那一側就得把兵力推到台灣東側，而那個位置離自己岸基防空最遠，離美國跟日本最近，要封得完整，就一定要把手伸到自己最不利的那一格，不伸，東邊就是一個大洞。這題怎麼解？最後是形式，在國際法上正式宣布封鎖，等於承認武裝衝突狀態，一連串外部反應會直接被觸發，所以開單大隊寧可一直演執法，政治上留餘地，代價是效果慢，商船會賭你不敢真的對民用船開火。這個賭注誰接得住？好，第一個碼表講完了，時間來到第0天，換看台灣這一邊，看存量。台灣的能源95%以上靠進口，經濟部能源署民國114年的統計是進口占 95.4%， 自產只有 4.6%， 所以台灣的抗封鎖能力幾乎完全等於天數，血條就是天數。還有第二條路嗎？沒有。石油這一塊最扎實，石油管理法第24條規定，煉製業跟輸入業要儲備國內銷售與使用量60天的安全存量，政府另外儲備30天，
合起來法定90天，實際通常更高。2026年3月的公開報道引述能源智庫研究員的說法，國內石油存量大約在120天上下。碼表在這一格跑得很慢，對吧？煤也還好。能源管理法第7條規定，燃煤電廠安全存量30天以上，台電2024年的規劃值抓在40到45天。煤有個好處，它能露天堆，不像液化天然氣要住低溫儲藏。壞處是燃煤機組這幾年一直在減，要用煤去補氣的缺口，機組數量本身就是天花板，補得完嗎？米更誇張，米的自給率是100%。農業部長陳俊季在2025年12月講過，公糧庫存大約106萬公噸，可以供應國人大約11個月的食米消費。糧食管理法本來就要求政府維持不低於3個月消費量的安全存量，碼表跑到第300天，米還在，怕嗎？聽起來很穩，對不對？可是這裡要請出今天的主角之一，一個很短命的神，叫做11天燈神。11天燈神就是台灣的天然氣安全存量。2018年明定的規範是這樣走的：2019年至少7天，2022年8天，2025年11天，2027年做到14天。經濟部說，目前高於法定規範。翻成白話，這位燈神苦練到今天，法力就是10幾天，渡劫失敗，全島關燈。問題在於11天燈神稱的是什麼？2025年全國發電結構，燃氣 47.8%， 燃煤 35.4%， 再生能源 13.1%。台灣電網最大的單一燃料，剛好就是存量最短的那一個，把將近一半的電壓在一個只能活10幾天的神身上，這叫什麼？而且11天燈神還有個致命傷，它只有2個插座。台灣目前只有2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高雄永安1990年4月啟用，台中港2009年7月啟用，第3座在桃園觀塘，工程一路延後，公開資料顯示要排到2026年底才完工。接收站少的意思是，就算真有船願意冒險把氣送進來，能卸的地方也只有那幾個點。液化天然氣不是拿桶子接就好，碼頭、儲槽、氣化設備缺一不可，而這幾個點剛好也是最好瞄準的目標。你說巧不巧？還有一件事很多人誤會，不是撐到第11天才突然停電，只要進口一出現不確定，調度端就會先降載，先排維修，先啟動節電，接着工業大戶輪流減工，最後才輪到民生。也就是說，11天燈神還沒斷氣，賬單跟產線就先感冒了。半導體廠是用電最兇的一群，一旦進到限電順序，第一個被拿上桌討論的就是這些廠要不要停。誰敢按下去，這些數字丟進兵推，會跑出什麼？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在2025年7月31日發表過一份專門講封鎖的報告，名字叫 Lights Out， 中文意思就是燈滅了。作者是馬克·坎西安、馬修·坎西安跟海金·伯坦3個人，一共跑了26場兵推，21場固定劇本，5場自由推演，推出來的存量結果是天然氣大約10天見底，煤大約撐7周，油大約撐20周，順序非常清楚，燈先滅，煤再撐一段，最後才輪到車子開不動。連報告名字都在講同一件事，11天燈神先走。糧食那一項報告反而不擔心，認為台灣本地生產加上庫存不會先出問題，這一點也要照實講。真正的洞在米以外，小麥跟大豆的自給率不到 1%， 玉米大約 3%。飼料玉米跟黃豆一段，先漲的不是米價，是雞蛋、豬肉、雞肉。台灣的糧食問題不是會不會餓死，是要吃的多難看、多貴、多單調。還有一個碼表很少人算，是通訊。台灣對外的網絡流量絕大部分靠海底電纜，衛星只是備援，頻寬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2023年2月2日，台馬2號海纜疑似遭中國漁船拖斷，不到1周。2月8日，台馬3號又疑似遭中國籍貨輪下錨扯斷，這2件當時台灣官方都以疑似定調，沒有公開認定為蓄意破壞。馬祖被迫改走微波備援，速度掉到幾乎不能用。等修復船處理完已經是3月底，前後將近2個月。要補一句，2025年1月台馬海纜又全斷，那一次數位發展部初判是自然劣化，不是每一次斷纜都是有人動手，那一次受影響的是一整個離島，放大到本島，斷掉的就不是影片卡不卡，是金流、報關、股市跟醫療系統的對外連線。而這一項沒有安全存量天數可以講，它不是庫存問題，是修復速度問題。全世界的海纜修復船就那麼幾艘，這個碼表沒有刻度，只有等。
還有一句很難聽但必須講 ，Lights Out 那份報告的結論直接寫，如果對方動用軍事手段，台灣單靠自己擋不住，需要美國介入。而且在台灣盡最大努力防守，美國持續補彈藥的情況下，對方的潛艦跟水雷仍然能擊毀大約 40% 要進港的船。既然引用了這份報告，好聽的跟難聽的就要一起講完。第一個碼表，台灣這顆確實跑得比較快。到這裡故事應該結束了，對不對？台灣先斷，收工。可是現在要把地圖轉一個方向，這一轉，整支影片就翻過來了。因為封鎖台灣要用的那片海，跟為保封鎖方的那片海，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片。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題目真正的關鍵字不在台灣海峽，而在馬六甲。現在請出今天的第二個主角，一根很細的東西，我叫它馬六甲吸管。先看油，中國的原油對外依存度2024年大約 72.4%， 2025年大約 72.7%， 連續好幾年卡在70%以上。2025年进口量大約 5.78 億噸，從將近50個國家買，是全世界最大的買家。這些油怎麼進來？公開研究的估計是，中国進口的原油大約70%到80%要經過馬六甲海峽，也有研究直接抓到80%，而這條海峽最窄的地方只有 2.8 公里寬。看懂了嗎？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買家把70%以上的身家插在一根 2.8 公里粗的吸管上。這根馬六甲吸管不是外人扣的帽子，公開報道普遍歸給2003年時任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自己講出來的憂慮，後來被大家叫做馬六甲困局，講的就是這根馬六甲吸管一旦被人捏住會怎樣。再看吃的，中國的大豆對外貿易依存度2024年已經到 83.57%， 一年進口大約 1.05 億噸，其中從巴西進口 7464.73 萬噸，占比 71.07%， 其次是阿根廷。巴西跟阿根廷的船要到中國，路線不外乎繞好望角，或者穿過那根馬六甲吸管。大豆為什麼是重點？因為它不是直接端上桌的，榨完油之後的豆粕是豬飼料的主力，而豬肉價格在中国從來就不只是物價問題，飼料一漲，養殖端先減欄，效果會延後好幾個月才反映在肉價上，等到反映出來，已經來不及調頭。這種延遲跟開單大隊期待對手先崩潰的延遲其實是同一種東西，方向相反而已。北京當然很清楚這根馬六甲吸管的存在，所以修了好幾條陸上通道，想把它加粗。東北是中俄原油管道，一線二線全部投產之後，年輸送能力大約3000萬噸。西南是中緬油氣管道，原油管設計能力2200萬噸一年，天然氣管120億立方公尺一年，從印度洋直接接近雲南，路程少了1800多海里。西北還有中哈石油管道跟中亞天然气管道，聽起來很完整，一算比例就笑不出來。中俄的3000萬噸加上中緬的2200萬噸，合起來5200万噸，對照 5.78 億噸的年進口量，大概 9%。中亞那邊再加一些，量級也差不多。陸上管線是保險，不是替代品，管線的數量是硬體決定的，不會因為海上被切斷就自己變粗。吸管就是吸管，旁邊多接幾根軟管，它還是吸管。天然气這一塊要幫對方講句公道話，中國的體制比台灣好很多，這要講清楚。2025年，中國天然气對外依存度大約 40%， 是“十四五”期間最低，全年進口 1764.6 億立方公尺，比前一年還少了 2.8%。液化天然氣進口從2024年的7827萬噸掉到2025年的大約6460萬噸，是2022年以來最低，因為買家改買中俄東線那種便宜的管道氣。也就是說，中國正在把天然氣的來源從海上往陸上搬。台灣有這個選項嗎？沒有，台灣的天然氣100%從海上來，一艘船一艘船卸。石油儲備呢？中國的戰略儲備規模不公布，外部只能推估。美國能源資訊署估算，到2025年12月，中國政府庫存大約 3.6 億桶，商業庫存大約10億桶，合起來接近14億桶，換算大約120到130天的進口覆蓋，高於國際能源總署建議的90天門檻，比該署32個成員國加起來還多。但這是外部推估，北京從來沒承認過任何數字，公開資料只能確認到推估這個程度，所以純比倉庫，中國比台灣耐打，這是事實，不需要回避。油的緩衝更長，天然氣有路管可以替代，糧食自給率也高得多。第一個碼表台灣先想，這一點沒有爭議。
但是有一件事跟倉庫無關，卻決定得了成敗。把油跟大豆送進中國的那些船，大部分不是中國的船，全球的散裝船跟郵輪，船東散在希臘、日本、北歐，保單簽在倫敦，船員來自菲律賓、印度，這些人不歸北京指揮。開單大隊可以命令自己的海軍，命令得動別人的船東嗎？可是自己那根麻六甲吸管恰恰要靠這些船東。還有一個位置問題，中國經濟最密集的一段就在東南沿海，長三角、福建、珠三角一路排下來，港口、電子廠、外資總部全在那條線上。封鎖台灣等於把戰區設在自家經濟核心的正前方，台灣承受的是缺料，對岸沿海承受的是保費、船期、外資撤離跟生產的不確定，而且全發生在自己最不能出事的地方。第二個碼表就是從這裡開始加速的，看出來了嗎？因為封鎖一開始，受害名單上不會只有2個名字。先講晶片，台灣在最先進邏輯製程的全球市占超過90%，這叫全球獨占。美國榮鼎集團在2022年12月估算，台海衝突會讓超過2兆美元的經濟活動直接暴露在中斷風險下，還沒算制裁跟二階效應。彭博經濟研究在2024年1月的模型算出，全面戰爭情境會讓全球 GDP 掉大約 10%， 金額大約10兆美元。封鎖情境比較輕，但也落在金融海嘯跟波灣戰爭之間。這是模型推估，不是預言，要看的是量級，不是小數點。晶片還有一個常被跳過的細節，高階晶片單價高，體積小，很大一部分是走空運的，不是走海運，所以只封海不封空。晶片這條線其實漏得很嚴重，可是要管空域，就等於對民航動手，那個門檻比藍商船高太多了，牽動的國家也多太多，要效果就要升級，要低調就會漏。開單大隊繞得開嗎？繞不開。再講航運，2022年前7個月，全球5400艘營運中的貨櫃船裡，大約 48% 走過台灣海峽，按噸位算，全球最大型船舶的 88% 也走過。這條航道就是東亞工廠通往歐洲跟美洲的主幹線，賭得起嗎？然後是保險，這是反應最快也最常被低估的一環。這裡要請出今天第3位主角，倫敦算命仙。倫敦算命仙就是那群戰爭險承保人，他們不看新聞稿，不等外交部聲明，不管你叫檢疫還是叫封鎖，他們只看風險，然後隔天改價，直接看紅海的實力，因為那是真的發生過的事。2023年10月之前，紅海航線的戰爭險費率大約是船體價值的 0.05%， 很多承保人甚至直接免收。胡塞武裝開始攻擊商船之後，到2023年12月中，費率一度衝到 0.7%。2026年7月，胡塞宣布對沙烏地實施海上封鎖，紅海南段的指示性費率從大約 0.3% 跳到 0.75%， 幾天內再往上超過 1%， 從 0.05% 到 1%， 20倍。一艘船體價值1億美元的船，單趟戰爭險保費從5萬美元變成100萬美元，從此航運界天昏地暗，樹葉鬼哭，一張保單就能把一條航線直接判死刑。船東的算盤很簡單，運價加得上去就走，加不上去就繞路，繞不了就不去，誰會替你賭？這裡有個關鍵細節，戰爭險費率是承保人自己定的，不需要任何政府宣布戰爭，市場覺得有風險，隔天就漲。所以開單大隊就算堅持說這只是檢疫，只是執法，只是航行管制，倫敦算命仙完全不會照這個劇本報價。法律形勢可以在外交場合上留餘地，在保險市場上留得住嗎？留不住。而且倫敦算命仙有個最要命的習慣，他們不分敵我。台灣海峽兩側的港口在他們眼裡是同一個風險區，全球前10大貨櫃港中國就占了6個。上海港2024年吞吐量大約5150萬標準箱，寧波舟山超過3900萬標準箱。走台灣海峽的船跟靠泊這些港口的船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批船，同一批船東，同一批保單。加價的時候，倫敦算命仙會先問這艘船是要去基隆還是要去寧波嗎？貿易量也一樣。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在2024年8月22日的另一份分析算過，中國經由台灣海峽的進出口貿易額大約 1.3 兆美元，香港再加960億美元，台灣的港口2024年處理了大約5170億美元，日本經這條航道大約4130億美元，南韓大約3000億美元，澳洲光出口就有大約1020億美元。
開單大隊每按下一次碼表，這一整排數字都會抖一下。不過要誠實補一句，同一份分析也寫了，中國的出口只有大約 16%， 實際走台灣海峽，換算大約5860億美元，比例不算高，所以不能說中國被這條海峽掐住咽喉，那樣講就過頭了。真正沒有替代路線的是要靠泊台灣港口的船，因為終點就在那裡，繞不掉。至於只是路過打醬油的船，繞到台灣東邊走巴士海峽或更外側的太平洋航線，多花幾天船期跟一點燃油而已。全球航運不會停擺，全球航運會自己找路。講到這裡就能理解為什麼公開的封鎖推演跑完幾乎沒有一份給得出乾淨的結局，因為這個副本從設計上就沒有完美通關路線，裡面卡了一整排修不掉的 bug。 第一，封鎖是慢性病，不是一擊決勝，它要靠時間。可是時間同時也是對手的資源，給了外交斡旋、增援集結還有升級的空間。那26場兵推的核心結論就一句話，任何封鎖都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升級壓力，其中5場自由推演裡就有2場一路滑進全面戰爭。第二，往上跑的機制很直白，封鎖要有效就得真的攔住補给，要真的攔住就得對不聽話的船動手，動手就会死人，死的很可能是第3國籍的船員，那個國家的政府就被迫回应，回应一出現，這件事還是2方的事嗎？第三，身分死结，用執法名義封，商船就賭你不敢對民用船開火，想讓商船不敢賭，就得真的開一次火，開了那一次火，開單大隊的制服就自己脫掉了，變成軍隊。這個結在推演裡反復出現，有人解得開嗎？第四，被封的一方不是只能坐着等，公開討論裡提過的反制方向包括對稱回境，也就是偷加，讓進出對岸港口的航運承受同樣等級的風險。做不做，做到什麼程度沒有公開答案，我不會替任何一方代言。第五，外部介入的門檻沒有人說得準，什麼程度算封鎖，什麼程度算戰爭行為，各國判準不一樣，還會隨政治情勢改變。同一個參數往前挪一格或往後挪一格，結論就整個翻過去，誰算得準？沒人。第六，這個副本內建一個系統 BUG， 而且這一條最好笑，要有效就要突然，趁你病要你命。可是要維持幾十天的海上部署，事前必然要集結兵力，調動補給，清空港口，這些動作在衛星底下藏不住，準備的越充分，突然性越低。對手一看到集結訊號，第一件事就是提前發船，把能塞的船艙塞滿，把能加定的貨全部加定。真正封下去那一天，對手的倉庫往往比平常還滿。開單大隊辛苦準備3個月，結果幫對面把倉庫堆到爆，這叫什麼？這叫碼表還沒按，就先讓對面領了3個月的補給包。第七，兵推本身也有限制，前艦的偵測幾率、水雷的清除速度、船東的膽量、民眾能忍多久、盟國反應多快，沒有一項有可靠的實測值，參數都是人設的，同一個題目換一個機構跑，結果可以差很多。所以看兵推要看他揭露了哪些機制，不是把某一個天數當成預言。好，回到最開頭那個問題，2個碼表誰先走到頭？要先說一句，這個問法本身就有陷阱。2個碼表數的根本不是同一種東西。台灣那棵數的是能不能供電，能不能吃飯，能不能連上網，是生存問題。開單大隊那棵數的是能不能維持部署，能不能扛住經濟反彈，能不能在國內解釋為什麼付了這麼多代價還沒有結果，是政治問題。生存問題有天數可以算，政治問題沒有。所以誰先撐不住，不是比誰的倉庫大，是比哪一種壓力先超過各自的忍受上限。分2層看，第一層是存量，這一層台灣不佔優勢，講白了就是輸。最大的洞是11天登神，法定11天，兵推推出來大約10天，而天然氣正好是台灣發電的最大單一來源。相對之下，油有大約120天，煤有40到45天，米有大約11個月。純比倉庫，台灣那顆碼表先響。第2層是流量，這一層整個換邊，開單大隊要維持的不是倉庫，是每一天的燃油、彈藥、輪替跟人員狀態。同時他必須接受一件事，自己70%以上的原油，80%以上的大豆，走的是那根2.8公里寬的麻六甲吸管，他還要同時扛保費上漲、訂單流失、外資撤離。而這些反應不會等到封鎖結束才發生，是第一天就開始計價。倫敦算命仙的手指比任何一艘軍艦都快，所以時間站在誰那邊
看的不是倉庫大小，是漏洞好不好補。台灣的漏洞是工程問題。Lights Out 最後給的建議就那幾類：動員商船隊，取得液化天然氣船跟保險安排，強化能源基礎設施，跟盟國建立護航與轉運規劃。還有一句很戳人的，要為封鎖單獨做一套計劃，不要拿反登陸那一套來套。每一項都不浪漫，但每一項都能編列預算。開單大隊的漏洞不是工程問題，是地理問題。馬六甲不會因為多蓋一條管線就變寬，吸管永遠是吸管。所以真正該盯的從來不是哪一天會不會打，而是11天燈神的天數有沒有往上爬，還有第3座接收站哪一天真的完工，兵推出來先滅的就是燈。最後留一個問題給你，2個碼表都在跑，可是真正決定誰先停的那只手既不在台北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倫敦某個算命仙的鍵盤上，而他甚至不知道基隆港長什麼樣子。所有兵推裡最誠實的一句話，其實是那句沒人敢寫進結論的：這2顆碼表我們連刻度都還沒對準。